今天早上好冷哦，应该是 below 10度。现在是早上的6点半，我们已经要出门了。不是，我们其实已经出门了，要去明洞，因为我们在 Klook book 了一个 trip 去 Nami Island。我们现在在宿明女子大学站，然后现在要前往明洞站，不知道讲什么，好冷啊！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个明洞的这个麦当劳的集合点，要去我们的tour啦。现在场面有一点混乱，因为这里有好多多也好多tour guide也好多人，我们找不到我们的 tour guide， 再加上那个 tour guide 没有前一晚 send 那个 message 来 confirmation，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tour guide 的名字。这里认你的团的方式呢，是认你tour guide的名字的，所以就 confusing。飞是我们的找到了，一直往前走，最后面就看到这个。我的名字叫塞文啊。塞文的话呢，就为了大家准备好了今天的礼物啊，矿泉水，每一个人拿1瓶。开车出发，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个 Running Man， 刘介绍知道吗？刘在石住在这边呢。这个房子很贵啊。这个为什么贵呢？因为靠近汉江。哎呀，我们刚入场，表演开始了，所以要赶路。看到羊驼跑下来了。Thank you。很赞，很臭。刚刚场面一片混乱，因为我们有点迟到，说赶进来。第一个环节是有阿巴嘎的表演，它就是把你放在一个很大的圈里面，然后它会给你一点粮食饲料，然后就可以守卫阿巴嘎这样子。可是发生了意外，有一个阿巴嘎直接骑在他身上。你这里也有，好吗？哈。Oh my god！现在要往这个斜坡走上去看羊驼。哎，好像是他嫌弃我的饲料。午餐的部分，我们来到了那个导游介绍的烧烤店，说有鸡肉烧烤，然后还有吃吧 with noodle，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 potato pancake， 因为这里是高山区，盛产 potato， 所以这是当地的一个特产，就是 potato pancake。开餐，驾。示范给你们看怎样吃烧烤。我还是喜欢吃这个。拿一片生菜，然后放一片腌白萝卜，这也是京剧的其中一种。
那白萝卜是超白的，而且很脆很香。那一片肉，然后喜欢的话可以再放泡菜，再加这个辣酱，烤肉辣酱，把它包起来，就这个样子，就吃下去。好可爱啊，圆圆的。拜拜。饭后就要买咖啡了，看到 restaurant 下面就是 7-Eleven。现在要进入南怡共和岛啦。为什么叫共和岛呢？是因为什么讲？是因为这边是属于大家的。对，要讲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，是属于全部人的国家。现在坐着那个 ferry 渡过那个汉江，要去南怡岛。你在这个 ferry 上面呢，可以走出来它的外面的那个 deck 这样子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汉江的那个 view 呢，就更加一览无遗了。今天呢，虽然飘着那个小小的细雨，我还是可以看到对面岸，超级漂亮的，好像风景如画。现在我真实的感受完全没有在吹牛。好，3點就俾你哋。南怡岛位于首尔的近郊，是2002年极受欢迎的韩剧《冬季恋歌》的主要拍摄地点。这部剧的成功不仅红了裴勇俊和崔智友，也让这个位于汉江中的南怡岛火了起来。每年都会吸引国内外大量的粉丝和游客来到访。从首尔来南怡岛，无论是想自己搭公交过来，还是网上报名参加 day trip 都很方便。我们的 day trip 当然也包括了这个著名的景点。我们到的时候虽然是春天，没有冬天白雪皑皑浪漫的样子，但是岛上也种了好多的樱花树。春天来看樱花和银杏叶盛开，别有一番生机勃勃的样子。而且带长辈来也不会太冷，这天气再适合不过了。我们走到了中间，好像是有一个商业区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现在在这边中间吗 ？ATM。相馆纪念这边。所以应该还是继续走吧。少零，要豆沙包吗？想记得了。烧包。哇，它直接粘着这。好吃啊！哦，好。好，唔知哦。啲海潮淡鹹嘅。你然後淡係冇樣。我鹹啲嘅，好料。我好驚喂。我冇俾老點樣？下雨哦，地上都是泥地。其实呢，雨天呢，当然情况不是最理想啦，因为真的是地上都是泥地嘛。我可以想象，如果是天气好的时候啦，这里一定是更加漂亮。我们来到了冬季恋歌的那个拍摄地点呢，就是这里。来南怡岛一定要来打卡的地方，就是我身后这2排成排的树。基本上来南怡岛没有什么攻略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喜欢的活动。为了保持南怡岛的自然美和安静氛围，岛上是禁止使用汽车的。游客可以租借自行车或乘坐观光车游览岛上的景点。唯一不能错过的是岛上著名的中央大道，这条被树木包围的步行道非常适合散步和拍照，是许多情侣和家庭游客的最爱。南怡岛上哪里都是明信片般的景色，随便拍随便好看。唯一的小小遗憾大概就是跟着团就有逗留的时限，
不能跟着自己的步伐，把每一个角落都好好的走完。这个南怡岛呢，是因为南怡将军被陷害，然后被五马分尸埋葬在这个岛，所以这个地方才叫南怡岛。现在我们要坐那个 ferry 回去对岸了，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雨，然后天气好像也没有之前这么冷了，所以我就决定站在那个 deck 上面，所以可以拍外面的景色给你们看。耶，我们安全回到对岸啦！哦，冷冷的天气。韩国观光公社指定的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位韩国的教授，他是姓韩的呀。韩教授的话呢，他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呀。第一次带过来西洋式的公园的就是这位韩教授。韩国传统式的公园结合下来什么呢？西洋式的公园的呢？我们来到那个韩国观光社介绍一定要来的公园，叫 The Garden of Morning Calm。而且呢，导游讲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樱花了，所以要趁今天快点看，有得看快点看，因为韩国人的说法是，如果下了雨呢，隔天就不会有樱花了，因为樱花开得很脆弱。被雨轻轻的一碰呢，就会掉落满地。来的季节是刚开樱花，也是樱花的结束。很冷哦，很美啊，很冷。很冷的天气不爽。对。我们来到了它最西边的一个 garden， 是传统的 Korean garden。中间呢有一个 main 的 attraction 是它有一个很韩式的那种住家民宅。这棵千年的老树呢，是这一个公园的重点的景点。对，就是看了这一个千年柏树过后呢，我的视频就中断了，所以要特地拍这一段来跟你们解释中间发生了什么事。因为那天雨天地滑嘛，所以在下阶梯的时候，其实我摔了一跤，痛得我根本没有心情再继续拍下去。我们离开了这一个沉浸公园过后呢，有一段回去首尔的路途呢，我是没有拍东西的。然后雨天呢，也一直伴随着我们回到首尔，直到我们的那个托结束过后呢，其实都还一直下着雨。过后呢，其实也是到了晚餐时间，我们一家人就到了首尔站那边找晚餐来吃。我们去了这一间爸爸妈妈和哥哥都非常推荐的一个 restaurant 吃晚餐。刚刚吃了一餐丰盛的韩国餐，这餐呢是爸爸妈妈他们的第二餐，因为他们第一天的晚餐也是来这里吃，然后口碑很好，食物很好吃，坚持要带我们回来再 try， 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吃到了。下次如果你们有在首尔站附近的话，可以去试一试这家 restaurant。吃饱后呢，我们就去了那个 Seoul Station 的 Lotte Mart 去扫货啦。因为呢，这个算是我跟尼克先生在首尔的最后一个晚上，隔一天呢，我们就会启程回新加坡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晚上呢，就专程安排来到 Lotte Mart 呢，把该买的东西都买齐带回去。所以来到首尔呢，或者来到韩国，就一定不能错过它的 Lotte Mart 啦，就可以买到这里各式各样你需要的跟不需要的东西呢，都可以在这边买得到哦。很多人呢都来这边来是一箱一箱的把它们载走的。讲不要买，结果那一个篮也快被我装完了。
临走之前，我们还在 Lotte Mart 的熟食部买了韩国炸鸡回去当宵夜。既然买了炸鸡，怎么能不买啤酒呢？明天就是我们在韩国的最后一天啦。明天醒来，我们将去明洞冲最后一波，来看看白天的明洞是不是和晚上一样热闹。还有离开韩国之前绝对不能错过的安东金大。下集是我们8天7夜的首尔、釜山、南韩之旅的最后一篇啦，记得别错过哦。我们下一期完结篇再见。